各位朋友，昨天呢，咱们说到了，就是蔡正元先生和金灿荣教授呢，在这个翟轩的两岸圆桌派上谈到了就是台湾的统一时间表的问题啊。蔡正元呢，他一向这个本着的观点就是说，中国大陆啊，现在啊遥遥无期，根本就没有什么统一的时间表。因为呢，中国大陆呢没有做好武统的准备啊，也没有这个胆量，本身呢这个政策呢就没有，就是说跟美国啊在这个台湾进行一次摊牌的准备。蔡正元呢总是这么说的啊，反正蔡正元有人说他是恨铁不成钢。有人说呢，他是在激将大陆迅速的武统，因为蔡正元现在身上还有电子脚镣呢，是吧？要可能入狱啊，而且蔡正元的财产2亿多台币啊，都被民进党给那个发光了，拿走了啊，所以呢，那个蔡正元觉得赶快武统吧，武统以后我这不就解套了吗？是吧？用言语刺激大陆。反正是各种各样的人看法都有吧。我一直说嘛，蔡先生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媒体人，他善于这个利用情绪、煽动情绪来产生这种话题嘛，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媒体人。他一贯的这种这个可以说是一贯的做派吧，也是如此。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国际政治也是很现实的。所以很多人要跟你中国大陆做朋友，有谁真的害怕你的？没有。可是现实问题是，在国际上没有人怕你，人家是有无所谓，是现实吧？所以你看，民进党官员连那个鸟不生死的人来台湾访问然后赖清德、蔡英文都要坐3分板凳，真的是如此啊。比如说这个 AIT 理事主席，那个官位在美国是小官来到台湾，我是钦差大臣，重卿下跪接旨。所以有权力有威胁是有用的，中国大陆是有权力不威胁是没有用的，没有你的拳头再大，你不用，没有人怕你的啦。蔡先生说的是符合现实的呀，国际政治它就是一个丛林嘛，你有拳头从来都不用就是你没有那个露出过爪牙的这种，那不就是病猫吗？他说的没错，所以他说的这些在大陆呢也获得了很多的粉丝的这种这个拥趸吧，是吧？但是呢人一极端就脑残嘛，这就不好了。因为有一些大陆的这个喜欢蔡正元的粉丝跑过来骂街，你凭什么批判我们家老蔡呀，是吧？媒体人那不就是这个公众人物就是要让人来评价的嘛所以说你真的会认为蔡先生是一个坚定的统派吗？我不是从来都说嘛说这就是一个智商的测试题，你真的信他这个坚定的统派吗？好吧，那咱说到了昨天呢，在圆桌派上这个蔡正元依旧使的是激将法嘛，把这个金灿荣也给弄得有点着急金灿荣就说了，好吧，老蔡你老说这个大陆有没有这个时间表，那我就给你一个时间表吧，那就是2030年之前嘛，10/55台湾问题就解决了。当时呢，蔡正元可能当面呢就是没反应过来或者说是没好意思说，毕竟是在人家那个翟轩的节目上嘛，回到了他自己的节目上，老蔡是越想越窝火就做了一个节目反驳金灿荣。那一天我跟金灿荣在一个两岸圆桌派节目里面对话，金灿荣觉得他说他感觉台湾问题未来5年里面会解决，平常心讲我觉得遥遥无期，因为金灿荣教授也是感觉，我也是感觉，我没有内部消息，我是一个直觉，我觉得两个问题不会拖太久了，知道吧？
肯定拖不过15日内肯定解决，不可能再拖下去了。台湾的朋友要在这个时间框架里面做好规划吧，拖不过15。大陆每一次都说台湾不能从中国分裂出去，统一台湾是中国必定要去完成的任务。但请问，统一是不是遥遥无期？一样的，美国尽管给10亿给台湾，台独是不是遥遥无期？可能大家会有各自解读啊。至少我的看法是，事实上的台独已经实现，法律上的台独遥遥无期。那统一呢？法理上的统一已经存在，事实上的统一遥遥无期。两个遥遥无期，两个事实存在。台独已经事实存在，但是法律台独遥遥无期。法律上的统一事实存在，但事实上的统一遥遥无期。因为北京不愿意打破它跟中美之间所谓的稳定架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北京不会主动的统一。那北京只能讲和平统一，那统一是遥遥无期，和平统一就更不可能统一。我现在纯粹是客观分析给大家听，因为大家做思考的时候，不要被那些什么新闻啦、名嘴啦、什么网红啦、网民留言啦所影响，你就冷静想一想，我在讲会有没有道理？所以在这种架构上面，台湾台独事实上已经存在，但法律上遥遥无期。中国统一台湾，法理上已经存在，事实上遥遥无期。两个遥遥无期，两个事实存在，我这样分析有没有道理？那中国大陆面对这个状况，他采取的政策是什么？和平统一啊，讲一些，哎呀，两个都是怎么样啦？啊，这个我们会尽最大的诚意啊，最大的耐心啊，意思是什么？我现在不想统一啊，我既不想统一，也不能统一，也不愿意统一，也无能统一，无法统一，不愿意统一。又把责任推给国民党啊！你国民党太差了，你怎么没办法来呼应我们统一呢？你那个马英九执政8年，你们统一不要统一算了。你们大陆人在讲什么啊？你们讲什么屁话？你不自以为中央政府吗？啊，国民党是什么？一个在野党啊！你北京跟14亿中国人民收税，你手上钱很多，你跟中国人民征集兵员，你军队200-300万，你有很庞大的预算。你发展很好的军工业，你有枪、有人、有钱，你都无法统一啦！你把统一责任推给国民党，你不是神经病吗？你们啊，你们大陆不想统一就讲一句嘛，何必他们装模作样？我这句话不是今天讲，我10几年前就讲了，我只不过把国王的心意丢给你们看而已啊。那民进党呢，在美国支持底下，不断的强化事实上的统一。以便找寻历史上的机会来达成法律上的台独，事实上的台独达成法律上的台独，还看不清楚吗？还假装没看到吗？民进党在美国支持底下已经开始镇压国民党，镇压国民党的支持者，以及镇压国民党以外支持统一的人。高安国不抓去关了吗？你们大陆也不能说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会说什么。你们大陆处理这个北京处理这些问题啊，台湾问题处理的非常烂惨，很差，不是一般的差。我讲过啊，你们处理台湾你没信用啊。2019年不是2019年，2015年，你们说要有9·2共识，两岸才会稳定，没有9·2共识，地动山摇。好了，我怕台湾地动山摇啊，我在政坛上，在舆论上全力支持9·2共识。2016年蔡英文上台。公开废弃9·2共识，2016年上台哦，2017年就废弃9·2共识哦。就你们呢，北京干嘛事？有没有让台湾地动山摇？没有哎，稳得像一条大船呢。然后呢，大陆说扩大惠台措施，因为我们以前给你们惠的不够，所以你们对9·2共识不满。我现在给你更大的惠台措施，给你更多的钱，讨好蔡英文啊。马英九时代，台湾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没有超过800亿，800亿美元一年。到了蔡英文啊，突然间从800亿美元增加到1500亿美元，就对台湾老百姓讲一件事情啦：中国大陆不在意统一，中国大陆不在意9·2共识，所以有9·2共识的时候，贸易顺差800亿美元，
没有九二共识，九二共识被废弃了以后，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1500亿美元。川普对台湾这样猛课关税，说我们坚若磐石，我们台美关系良好。中国大陆对台湾没有关税，还有绿色通道，自己人，结果呢？台湾社会普遍的反中，怎么会处理这个台海问题处理到这个地步啊？没有人怕你啊！美国小小一个参众议员讲的话，台湾怕得要死。你北京的大官小官讲的话，没有人吐槽你。你怎么做的这么失败啊？做人这么失败啊？你不该检讨吗？为什么台湾地区对中美两国的反应差这么大？因为台湾人认为美国会打人，台湾人认为大陆不会打人，北京不会打人，而且不敢打人，因为有美国当靠山。那你大陆也只叫美国审慎处理台湾问题。你大陆敢对美国讲不准军售台湾吗？你不敢。你大陆敢跟美国讲不准介入台湾问题吗？你不敢。没事讲说台湾是内政，不容外国人介入，然后又说美国啊，你要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啊。你叫美国慎重处理问题，不是承认美国可以介入台湾问题吗？美国介入台湾也是个事实问题啊。然后呢，又编造里面网络上一乱留言，那个王八蛋一堆留言说把责任推给国民党。国民党有跟中国人民收税吗？没有跟中国人民收税，有什么义务同意啊？国民党有跟中国大陆人民征集人员成立军队吗？没有，他负什么统一责任？我讲的不一定对。但你大家想一想看，我讲的这个内容跟你自己睁开眼睛看到的现象是不是一样？然后一些大陆的烂网民啊，就来国民党来蹭我们啦！哎呀，谁蹭你啊？我可不蹭你啊！那一天我跟金灿荣在一个两岸圆桌派节目里面对话，金灿荣觉得他说他感觉台湾问题会在未来5年会解决。平常心讲，我觉得遥遥无期。因为金灿荣教授也是感觉，我也是感觉，那感觉不打准啊。也许我错，也许金灿荣教授错。蔡正元那是个非常合格的媒体人，他说的这一套确实没毛病啊。大陆也是无胆无能，对吧？对待台湾问题也确实如此。所以呢，金灿荣是这个对蔡正元的这个说法啊，我觉得金灿荣如果在节目上的话，当时也只能是以这个呵呵呵笑来回应了吧。他说的确实没毛病，但是呢，也看得出来啊，蔡先生也确实比较急了。快点吧，再这样下去，民进党啊就把我抄家入狱了啊！赶紧刺激一下吧。呀，能成功吗？如果能成功的话，我倒支持蔡先生，你继续吧，再扎几针吧，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